各位，人可以无耻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你看看趙少康就行了。趙少康現在竟然說他才是鄭麗文能夠訪問美國的第一功臣。中國的《海峽導報》報道了鄭麗文呢今天啟程赴美國訪問，標誌着就是反獨已經成為中美國共乃至於美國與國民黨之間的共同語言。因為川普已經說了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獨立，140億美元的軍售案也已經暫緩。鄭麗文呢展開為期2周的訪美行程，重頭戲在華盛頓，說預計拜會美國國會議員，並與3家主要的智庫舉辦閉門的會談，並接受當地媒體的訪問。那我曾經說過我說鄭麗文這次如果是見不到川普的話，那還不如不去了，是吧？比較尷尬如果是不如盧秀燕，那臉就掉地下了，是吧？那如果这个那些黨內的人還有民進黨阻撓他見美國的這些議員呢，如果是見不到呢，這些議員都是被綠營養的呀。我會去這個舊金山然後會去波士頓，去波士頓會去 MIT， 會去哈佛，會去紐約，會去哥大，還有智庫，還有華府當然就是國會議員、行政官員、行政部門，還有他們的智庫2大智庫，然後其他的智庫的，反正華府的這些研究員學者，他們就是可以共同的一起來參與。那另外當然還有就是喬燕，最後呢到 LA 到洛杉磯，由洛杉磯回到台灣。那麼大致上是這樣這一次去美國，我自己個人的自我的定位，就是為什麼我要先去北京的原因，是因為當全世界都認為兩岸兵凶戰危是非常危險的地方，一觸即發，那麼我要怎麼樣能夠扭轉，而且走出一條不同於邁向軍事衝突戰爭的和平的道路。那麼這一條道路是全世界都樂見的，那麼首先就是要取得來自北京同樣的善意跟回應，否則的話，台灣比較小，台灣不想要打仗，可是這變成只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如果沒有來自北京的善意，那麼這件事情就不成立。所以我說我已經在互動的過程當中感受到對岸的善意跟誠意，而借由這一次的大陸行，更是非常清楚的表達了來自於對岸的這樣子的一個期待和平穩定的訊息。那麼光是這樣還不夠的，我們剛剛踏出了第一步，這樣子的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是需要國際社會的理解跟支持的，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支持。所以非常好的是會就登場了，希望中美能夠往友誼的方向、合作的方向，而不是對抗的方向。中美都希望能夠攜手來為區域的和平跟穩定來盡力，這樣的共同意願，而達成了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是的。然後這中間最大的導火線就是台獨，就是在這一次會清楚的界定了出來，而回去了以後，川普也多次的表達了台獨是唯一的導火線，所以他不希望看到台灣走向台獨，而美國也不會為了不負責任的台獨而出兵，所以把這個事情界定的比以前更加的具體而清楚。因此，這樣的一條路線已經開啟了。我希望這一次到美國去，我說了，台灣不會只是大國博弈的籌碼，被交易的對象。我們要有話語權，我們要有主導權。對台灣利益最100%符合的，當然是和平，當然是和平繁榮。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向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不可諱言的，過去超過10年以來，
那種重新啟動冷戰2.0，然後逆全球化，而且開始對中國仇中反中，在西方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主流。是。那麼在華府，大家也都很熟悉很多所謂的對華的鷹派，這種長期的冷戰的思維，那我們要如何去轉變美國的國家戰略，美國的國際戰略，美國可以主導和平的進程。美國當然是最關鍵的主導力量，所以美國跟北京合作去啟動和平的進程，是台灣所樂見的，對區域是好的。所以我在去之前，我才會講說，我希望冷戰思維的第一島鏈轉化成和平繁榮之鏈，因為日本、韓國、大陸東南沿海到台灣、到香港、到新加坡，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富庶、人才最多、科技最進步、市場最大、資金最豐沛的一個地方。如果美中共同，然後整個的區域往和平繁榮方向來努力，而不是第一島鏈的戰爭思維。對，這個重要的關鍵的角色是誰？就是美國。所以我希望站在台灣，我們是當事人，我們是首當其衝的。而台灣不只是在軍事戰略上首當其衝，台灣也是在半導體上稱霸全世界的高科技產業。是台灣在經濟上，在民主政治上面，我們有非常高的戰略價值。我希望從台灣出發，到美國去，告訴跟美國人共同的交換意見，希望能夠由美國來共同的啟動這樣的一個和平的進程，這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那麼，這是一場硬仗，對，這不是容易的，這不是討好的。但是我去了北京之後，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事實上，在美國內部有很多跟我同樣想法的朋友，他們可能是重要的精英、教授，可能也是華府圈子裡頭的前官員啊，或者是智庫啊，或者是學者，或者是企業，希望看到美中的和解跟合作。我講過太多遍了，很多人都說你叫你美國跟中國選一個，我說我不要選，記不記得？那你看到了吧？我說我希望看到的友誼，我認為是正面的。那在這中間，他祝福鄭麗文嘛，倒是衷心的希望鄭麗文呢能夠这个跟美国的有识之士啊，然後呢共同啟動兩岸的和平統一的進程。雖然鄭麗文對統一這個字兒在台灣呢比較敏感，他不願意多說啊。本意呢就是說在美國的主持下啟動和平統一的進程。當然有一些人可能聽着不舒服，台灣就是中國的，什麼時候拿下來是這個中國自己的事兒，是吧？幹嘛還要美國來主持呢？現實就是如果不想打仗的話就做交易唄。可是呢鄭麗文這次去如果遇不到如果是見不到川普，見不到盧比奧這一層級的人物，那顯然這也是一個美好的願望而已，只是吧？好吧，見過不要臉的，你肯定沒見過趙少康這麼不要臉。因為事實上，美國政府也管不到國會啊。也管不到這個學校啊，學界還怎麼管得到？也管不到僑界啊，那不過還好了哈，因為立法院最後通的案是7800億了。好，所以我是覺得鄭麗文在這點至少也交差了嘛。我就7800億，你該買你美國也都買了，沒有阻擋你。你今天第二批發加速不來是跟台灣什麼關係？跟藍綠什麼關係？是你們川普 delay 啊，川普拖延啊，跟台灣沒關係啊。如果那個時候按照國民黨原來的版本只通過3000多億的話，鄭麗文去美國就非常慘。但是還好。
不是通過這個版本。當時我們早就看到這個情況，說你當時你如果只給他3000多，第一個你也不要去美國了，第二個今天美國拖延這個武器第2批發價數都怪在你身上，到时候全部賴着你，說你不重視國防啊，你這討好中共啊，討好北京啊，那這跳黃河洗不清。還好當時立法院通過的是一個匡列7800億，等發價數來，發價數不來，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感情趙少康拿出个8000億的版本跟那个郑丽文作对，最後趙少康贏了啊。鄭麗文能去美國訪問，全都是趙少康的功勞啊。當初的時候呢，在國民黨內部選舉的時候，趙少康是開了個記者發布會，說我是大陸的水軍頭子。說這個花了幾個億的台幣啊來做 AI 的短視頻，於是我就調侃趙少康，你看啊，我1分錢不花，我就能做出這樣的短視頻來。住口！無恥老賊！昔日民進黨操弄反中民粹，割裂社稷，致使民生凋敝，兩岸動盪。爾等自稱深藍，本應堅持9·2共識，推動和平發展，卻效仿綠營伎倆，遇事便誣賴大陸，選情失利，不反思己身無能，反以滲透之名轉移焦點，拿不出半分實證，竟將粗製濫造之 AI 視頻充作鐵證，此等行徑與指鹿為馬合一。你諸葛村夫，你竟敢顛倒是非，好手匹夫，蒼然老賊！豈不知島內民眾皆盼安定，唯汝等為謀私利，不惜撕裂族群，背棄共識。汝既自詡媒體之士，理當明辨是非，何以搖唇鼓舌，將黨內惡鬥盡數歸咎大陸？我二臣賊子！你枉活70餘載，一生未立寸功，只會煽風點火，跪舔老美。你即將命歸於九泉，屆時你有何面目去見那趙氏列祖列宗？一條斷脊之犬，從未見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你，公元2025年10月16日，表裡不一的走狗趙少康，在被龍國丞相朱角亮一頓瘋狂的臭罵之下，氣得膀胱爆炸，當場死亡。諸公覺得這無恥之徒該當何罪？來者可是那米國的。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